市场恐慌情绪到4了，0是最低的，这么多年来没有试过这么低的。这一次怕最坏的打算就是1930年的历史重演，大萧条，甚至到第2次世界大战。Ray Dalio 他讲到之前的所有的最大的帝国和老二交替位置的时候都有战争，到时的黄金就不是3500了，不是4000了。我会告诉你，关税战现在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遭殃的，有些行业是受惠的，哪些股票是受惠的。现在这个关税啊，情况很复杂，外面的人的分析都是太片面，而且误差很多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做我这里的看法，你可以看完之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今天这个分析跟外面的有没有不一样？你觉得我今天这个分析准不准？我会用 FTP、F 和 P 中间的 T 技术分析是没有的，是免费给大家用 APP 去看技术分析。所以今天就不耽误在这里看技术分析了，我们会用基本分析的 Fundamental 还有 P Psychology 3个维度来看，你看完之后你就运筹帷幄，未来会变得很快，但是你掌握了今天整个清晰度这个框架的思维去分析，未来在变，你就可以灵活的变。为什么这次股票会跌？就是源于上个星期特朗普在香港时间星期4凌晨公布了他的对等关税，一出来之后大家傻眼了，这个比最差的预期还要差很多，所以整个市场是马上恐慌，马上崩盘。我还记得上个星期4早上我们都没睡觉，起来告诉大家跑啦，最差的开始啦。所以上个星期4港股跌了2%，你还能走，因为美股上个星期4的话盘前已经是暴跌了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时我们就已经讲过了，关税战、贸易战有一个叫囚徒困境，在囚徒困境里面，你要跟他谈判的话，一定要做以牙还牙。Take for take， 他给你多少关税，你就给他多少关税，他再升级，你就再升级，到最后两个一起死，到最后大家都不想死，大家就 back off， 结果就达到了新的和平状态。所以这个是 textbook answer， 教科书里面的谈判的技巧。特朗普是谈判高手，但是中国也不弱。我们就看3个大的国家、大的地方。第一个跟美国最接近的、有紧密的贸易的加拿大，美国给他加了 25%， 他也还了 25%。第二个是中国，中国跟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出口国，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，世界最大的2大经济体，现在也是以牙还牙 ，full on， 完全不退让的开始打这个贸易战，所以市场恐慌了。那第3个地区呢，就是欧盟，欧盟很有可能也会以牙还牙，如果是的话，全世界贸易战争就起来了。刚才我们也讲过 F 和 P Psychology 市场恐慌情绪3个维度，我们先看一看市场的情绪，现在是极度的恐惧，到4了，0是最低的，这么多年来没有试过这么低的。那市场为什么这么恐慌呢？因为现在是变得太快了，谁都看不明白特朗普到底还有多少张牌会打出来，多少个关税核弹会发放出来，所以市场呢在恐惧。他们想到上一次这么差的时候是在1930年美国加关税，结果是大萧条，甚至到最后是第2次世界大战。所以他们这一次怕最坏的打算就是1930年的历史重演。所以呢，现在市场啊是到了极度的恐慌了，这个是个利好的信号。因为历史上来看，当这个市场是极度恐慌的时候，不保证明天是更恐慌，但整体来说反弹的机会是蛮好的，或者是跌到差不多一个支持位了要反弹一下了，那当然关键就不知道它是技术性反弹再跌，还是跌完了就又是一个大牛市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收集证据，这个情绪上 FTP 的 P 这一点是好的。我们再看看基本面来分析的话，未来有5个可能性，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最差的，可能我
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，而这个可能性我估计大约有10%的概率会发生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事先的风险管理，因为一旦发生了之后是 too late。 既然讲到了基本的概念，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，现在谁有这个话语权 Mike， 大家看看特朗普那些 spokesperson 的白宫发言人，他的那只 Mike 随时可以不给你讲，然后他就随便讲，讲的东西都是错掉的，都是煽动性的、误导性的。从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怎么来计算 bullshit， 到这位人说你在侮辱我的经济智慧吗？然后他的经济智慧是白痴。现在啊，这个白痴的人讲的太多了，大家都搞不清楚，经济理论都搞不清楚。所以我先给大家一张图来解释一个经济的理论，再有一张图来纠正大家一个概念。先看一下这张图，这个是经济学101，白宫发言人白痴啊，连经济学101都没搞懂。经济学101是你学经济的话头2堂课会学到的。我们在 Y 轴有价格，我们在 X 轴有买卖的成交量，当然你可以用宏观来说 aggregate demand、aggregate supply， 综合起来的供应和需求。2条青蓝色的线，一条是供应，一条是需求。供应和需求交接的地方，就是如果没有关税，市场是自由经济，市场的力量就会给大家一个价格，这个价格里面供应商有钱赚，消费者买了之后会开心，而下面这个绿色的虚线的那里就是成交的量。有些人说太贵了不买，有些人说很便宜我买了很开心，所以这个就是买的人的成交量。所以现在是看浅蓝色的那条荧光的那条绿色线，加关税就是黄色往上的那个箭头。特朗普说现在要加30%、50%多少的关税，现在是往上加的。好多人说这个是进口商买单的，美白痴说外国人来付的关税了，两个都错。虽然理论上是进口商付的，但是其实到最后一个消费者和一个供应商都会买单，因为加了关税之后，你的那条供应往上的那条线就往上移了，到了那个黄色的线了，所以左边听蓝色那里价格就上升了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税会带来通胀，但是它的通胀的百分比没有整个关税那么多，因为另外一部分是供应商承受了。假设供应商只能卖给美国人，当然如果中国觉得我不卖给你美国了，我卖给欧洲了，我卖给马来西亚了，我卖给非洲了，那这个就会消费者承受多一点。如果中国说我就赚少一点啦，也没其他地方卖了，这个就供应商会承受多一点。所以无论是台湾、越南、柬埔寨、日本、韩国，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消费的量会往左边推，因为现在是黄色的那条供应线和蓝色的那条需求线的交叉点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交叉点的量会往左推。 GDP 是消费加上投资加上政府的开支加上进出口这4个板块，消费的量少了，自然就会有经济的衰退出来了。最新的数据现在是有60%的机会美国会有经济的衰退，全世界是100%有经济的衰退。所以这张图是美国的供应和需求。那用美国来看了啊，因为美国还是世界老大哥，通胀加上衰退等于是滞胀 stagflation， 这是最糟糕的。为什么有通胀？因为经济太好了，经济太好了通胀了，联准会美联储就很容易加息，把这个经济降温，大家的通胀的压力就少了。这就美联储做的工作，他要看这个通胀和经济这个失业率来做一个衡量的 KPI 来看，两个平衡一下。但是现在的通胀不是因为经济好，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这个黄色的键加上去，在这个情况下，然后经济会有衰退，经济衰退代表着失业率多了。那美联储鲍威尔他是很专业的，特朗普才不专业，他就难做了。他要降息的话，通胀会失控；他要加息的话，失业率会暴涨。那他加好还是不加好？所以鲍威尔现在说，我要再看多点数据，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他是说的没错的，特朗普不懂，给他压力，因为滞胀货币政策是最难做的，因为你降息，通胀继续上就失控了；你加息，失业率失控了，更大的衰退了。你什么都不做，也是会死掉。我们已经习惯了，这个经济一有问题，马上要给他货币政策来解药。那现在你不能给他解药的话，这一次的经济的衰退可能就会很严重了。上一次就是1970年、70年
年代的时候有滞胀，结果股票市场经济都是差得不得了。那好了，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差呢？因为中国是通缩再加上衰退，不要搞错啊，中国也有衰退，衰退的比美国更多，但是是通缩，通缩的情况下就可以有一个更宽松的货币政策。这也正是这几天中国又出来给大家更宽松的货币政策，还有更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所以它的 fiscal policy 和 monetary policy 都是两个水龙头给市场灌注资金，钱来了，股票市场就好了。那这么多的钱来，没有通缩咯，通胀上去了，这个人太瘦了，你给他吃肥一点没问题。美国是太肥了，再给他吃肥一点，爆血管的。中国现在中概股、港股是陪葬，但是整体来看的话，我还是看好中港股市更多一点，因为中港股市起码货币政策是利好股票市场的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利好股票市场。美国呢，相反，货币政策美联储好难做了，那个财政政策 Elon Musk 的 Doge 在削减开支，因为他没钱了，拜登把钱全花完了，所以特朗普也是无辜的。他说 Biden's fault 也有点道理啊，美债已经是太高天文数字了，35个 trillion， 付利息都已经来不及付了。所以呢，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不利股市的，再加上股票市场涨了这么多年，过度的高了。那去年啊，还有很多人觉得过高不要紧啊，明天还会更高啊，炒港股好不好？不要港股了，珍惜生命啦，我们炒美股啦，躺赢的。前年去年美股是涨了好多，是严重的超越了它的应有的价值的。但是大家觉得炒美股是一定赚的，现在那些人都在止损啦，做空啦，所以投资者觉得还贵不进来，投机者赶快走。香港呢，起码我觉得是便宜了，之前涨上去了没有那么便宜了，现在又回到便宜了。第二个概念啊，特朗普也搞错了，他觉得贸易逆差 trade deficit， 美国50年的贸易逆差使到美国人欠债累累，从政府开始到个人企业，所有的钱给中国赚去了，给其他的国家赚去了，不公平，你们种种的不公平的关税使到这个美国贸易赤字逆差，市场要接受这个 medicine， 但是他吃错药了，贸易逆差的确是不好的，你1-2年还可以，50年的话，这也不是特朗普的错，贸易逆差长期下去是不可以持久的。但是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逆差，因为不是关税使到美国有贸易的逆差的，大家不要听了特朗普讲，我看到好多人就觉得美国不公平啊，这么多的不公平的贸易逆差，不公平的关税，所以美国现在欠债累累了，中国发达了，你看中国多么的先进啊，我们要对等关税来制裁中国了、台湾了、马来西亚了。错，最近有没有看过这个网红到了中国，哇，这个厉害那个厉害，背后有人付钱的啦，无论他是赚流量也好，赚 sponsorship 也好，我没有实际的数字，但我基本上肯定他坐的这个车子还好啊，this is China crazy， 20分钟坐辆车子，可能他赚的钱比设计这个车子的1年的工资赚得多了。你这个网红，你会去造车子吗？你当然不会了。所以美国的逆差是怎么来的？拍一个好莱坞的电影 Marvel's Brothers 和 Captain America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，美国的 banker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，美国的 YouTube 躺在那里收钱收了全世界的钱了，美国的 Meta、Facebook、美国的 Nvidia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，相对是容易很多的。最容易赚的是什么钱啊？美国的银行家每10年一次的股灾割韭菜了，所以他的这个贸易逆差不是因为关税啊，因为他赚钱太多啊。要解决这个关税的贸易逆差的话，你要使到美国人没钱赚 ，no easy money， 要做苦工，要很勤劳的才能赚钱。但愿意吗？不愿意啦，躺着赚钱不是很好吗？这就是贸易的逆头了。所以不要再被人家骗了，人家觉得哎呀关税不好啦，中国欺顶啦，中国不公平了 ，unfair 啦，特朗普骗你的。你明白了这2个道理之后，未来有5个可能性。第一个，关税战持续，美国加了关税，中国以牙还牙。美国说你以牙还牙，我再升级，再给你一点关税。中国说你加了，我再加。中国加了之后，美国再加，2个人都不 back down， 到最后全球的贸易跌了好多，可能是50%的下跌，可能是40%的下跌。这样一来，虽然好多东西可能真的会回到美国，特朗普说 Made in the USA， 代表全世界的美元
不见了。以前是靠的是美元 easy money 的美元供应了全世界，使到全世界繁荣了。现在他不愿意给你繁荣了，但大家没有繁荣了，这是一个循环。中国人也不买 iPhone 了，买不起了，或者不愿意买了。台湾人也买不起 Nike 了，没有 Lululemon 了，全世界没钱了，所以这个带来又有滞胀又有经济的衰退，这个就是70年代。我们看一下70年代股票市场跌了多少，1半以上。所以如果是第一个可能性的话，我们要密切留意关税战会不会互不相让，继续的升级。如果是继续的升级的话，还没跌够了现在才跌了20%几，最终要跌50%以上，这是70年代的一个历史。所以呢，如果欧盟也加进来升级的话，股票市场还要跌多1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早点走了。第二可能是更糟糕的，大家的关税战使到全球不光是经济衰退，是全球大萧条。有一个分别的经济衰退只是痛苦一点，经济大萧条是饿着饭都没得吃了，要造反了，要去抢东西了，要去打仗了。1930年就是因为世界大萧条，当时也是美国2个共和党的议员再加上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搞出来的关税战，使到全世界都没饭吃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因为德国人也是要赔好多钱，德国人就出去抢了，结果就是全世界第2次世界大战。所以如果全世界大萧条，大家都没饭吃了，美国人 great again， 全世界都是 not great again， 全世界跟你打仗你也会死，一起死。 Of course 每次打完仗美国都是 great again 也许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，我 don't know， 但是这是最糟糕最糟糕的。那我在2个星期前拍过市场有3个灰天鹅，虽然没有完全的到最差的状况，3个黑天鹅全部出现了，所以呢不再重复这个视频的内容了。再退后一步，Ray Dalio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，桥水的创办人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帝国兴衰》 Change of Empire Change of Order， 他里面所说的一个帝国衰落的时候6样东西，除了对外大规模的打仗没有发生，其他的5样东西都发生了。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不是吵了很厉害？所以呢，贫富悬殊在美国也是很厉害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而他讲到之前的所有的最大的帝国和老二交替位置的时候都有战争，到现在为止只剩下最终的战争没有发生，而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。再加上回去看一下那个3个黑天鹅，其中一个在台湾，希望没有这样东西。第3个可能就是特朗普下台搞不定，或者是特朗普被逼的要撤回现在的关税。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，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能搞这么多东西？因为少有的参议院和众议院2个都是共和党控制的，使到这个总统有比较大的权力可以执行他的策略。一般来说呢，美国到了中期选举的话，特别是这一次现在这个状况，到了中期选举我都能写保单，共和党会失去大量的选的那些这个议席，包括众议院是全部重选的，他们可能会失去众议院，参议院有1/3的票，所以这个之后有可能还有1年半，特朗普就做什么都不顺利了。这个民主党的 Congress 会给他 check and balance， 美国人很讲 check and balance， 也有可能不需要1年半，因为现在的国会的议员看到这样下去，使得他们以后会失去选票，有可能共和党的国会议员现在就倒戈之后，使到特朗普就难做了。因为这个就是 power begins with the people 嘛，这是美国整个立国的一个 DNA， 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了。特朗普现在是像 the emperor， 像星球大战里面的大帝， Elon Musk 是那一个 Darth Vader。 讲个笑话但是美国有这个政治的结构，人民还是可以阻挡特朗普。虽然特朗普的出发点不要贸易赤字，出发点是好的，意愿是好的，但他给错了药，大家都不买账。那如果第3个可能性发生的话，股票市场是暴涨。特朗普说明天不加关税了，或者明天我只是讲讲罢了，我只是来谈判罢了，没有关税了，哇，这样股票市场马上涨回到了最高点，你来不及追。第4个，特朗普说原来我只是谈判手里的筹码，只是给了一个高的关税，大家来谈嘛，我一直在暗示嘛，
嘛，叫你来谈嘛。所以中国这次的关税，他说，哎呀，你恐慌了，you panicked，你没有玩对啊，我在暗示你啊，我们要谈嘛 ，I just want TikTok，you know。那如果真的只是谈判的一个工具，那他只要拿到好处，欧盟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加拿大也好，他也知道关税有可能不是真正的解药，他也知道有可能关税会对美国带来滞胀，所以呢，现在正好大家都不开心的时候，他就可能在谈判的时候比较更加灵活点，更加能够接受一下对方的 counter proposal 这个反建议，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。那如果美国跟中国达成了协议，无论他是中国吃了多少亏，卖不卖 TikTok 或者卖不卖码头，只要他们谈成了，这个股票市场也会是火箭一样的爆涨，只是这个暴涨没有刚才所说的暴涨的那么厉害，但是也会暴涨，所以这也是好的。你要再追的时候又来不及追了。第五个呢，就是现在的现状，加也加了，没有新的关税了，要反击的也反击了，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，大家都没有再升级，也没有退后，那市场呢是慢慢的习惯了，或者是从刚才的极度恐慌变成了不太恐慌了。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会涨一点点跌一下，涨一点点跌一下，涨一点点跌一下，但基本上从恐慌指数来看是有点跌过头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第五个可能性是慢慢的会好，但不会好得太快，涨了也会跌，涨了也会调整，慢慢的回到了一个健康的牛市。这是美股。港股、中概股当然是更加有利好的因素在背后，就是有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它的货币政策在背后，所以港股如果是什么都不发生的话，它这个回涨的力量有可能会更大。所以这是5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那当然呢，刚才是用了基本面，在之前用了情绪的 psychology 面，我们也讲 FTP。T 是什么呢？ T 是技术分析。股灾来了，希望大家手上有多一个工具，你们去看资本面、资金面，钱在怎么走，看什么指标。 Rich Bond 已经选了最有效的指标，而且是他带着大家去看，它里面有一个投资日记，他有说什么时候买入，什么时候卖出，什么时候做空，这个是他的一些买卖的成绩。现在 download 可能几天之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，你可以所有的功能免费用7天，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。我们唯一一个希望在这么艰难的一个股灾里面，能帮到多少人就帮到多少人。今天我给大家了基本面的分析，还有 psychology 情绪上的分析，希望这个 app 再补上技术上的分析，帮助大家避开了灾难，甚至还可以把握机会。我还是看到太多人了，经常跌了一点点就来问了，哎呀好悲哀啊，哎呀怎么办啊，要不要买啊，要不要卖啊，等等等等。你不懂开车啊，就不要开啊。就算来了 GMT， 我每一个星期五都说，你进来 GMT 先学习，先看课程，不要急着去做买卖，就是这样。保命的锦囊妙计来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如果你股票市场风险太大了，债券的收益率也这么低了，以后的通胀上去了，债券是会亏本的。你说我拿现金好不好？现金长远一定会输，短期内你可能避开了股债，因为通胀就是现金的购买力减少了。现在美国搞了通胀出来，通胀会越搞越大的恶性循环的，你的现金的购买力一定会越来越下来，所以长期一定是输钱的。所以现在你一部分，我做买卖建议，我建议我自己也有，就是买保险。黄金大家看错了，黄金觉得黄金能涨到多少钱啊，我能赚多少钱啊。我从美元1800的时候就说黄金，因为美元危机，因为美债危机，如果这个美元崩溃的话，或者世界大萧条，金融市场震荡的话，黄金是避险的工具，是避险的，它不是给你去涨到3500卖掉赚钱的。还有刚才有讲过的第2个可能性，万一真的打仗了，你是逃命跑到某一个地方，然后上网上去把你的黄金的 ETF 黄金的某一只股票卖走套现，过冬不会饿死。所以呢，也不要拿实体的黄金，实体黄金你背不走了，你能背多少？路上还会被人家打劫了，
到时的黄金就不是3500了，不是4000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5000了，可能是10000了。为什么今天黄金是最高的？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在调整，其他的 Bitcoin 也在调整，黄金虽然有一点点调整，整体来说还是在高位。央行都在买保险，何况是我们小股民，他们觉得他们的钱放在美债市场不安全，放在美股市场不安全，他们在放在黄金。好消息来了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GMT 的话，赶快加入，因为机会太多了，讲不完。所以星期三晚上 GMT 同学，我额外加开一个 GMT 晚上给大家，不要等到星期五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买股票了，但是不是随便买的，我会告诉你，关税战现在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遭殃的，有些行业是受惠的，哪些股票是受惠的？更大的好消息就是他们跌了，价格下来了，便宜了，到什么价位是一个好的价位去分注的买，策略也给你，入市的策略，资产配置的策略，再做好风险管理，策略有了，你就不慌不忙了，看着什么价格分注，什么时候买一注，不用惊慌了。别人恐慌的恐惧的时候，你淡定，你就能赚钱了，就这么简单。33年练出来的投资经验，再加上 Rich 的10年的经验做成的工具，也免费开通给大家用7天。你还没有进来的话，快点报名。去年11月的时候说10倍股，大家还是怀疑，结果之后的星期晚上讲了何塞，一个星期之后，何塞就从3块多涨到20几块。我后来想想，你不进来的原因，真正也是同样的在股票市场输的原因。本来我们说4月份已经不收人，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收到4月9号星期三的那一个 GMT 啊，额外价值给大家，之后你要进来我都不收了，不要再解释给你听了。当然赚大钱固然开心，但是避开亏损是更加开心啊。这是我们 GMT 的同学写的，现在有资金了，避开了美股的调整了，有资金可以捞底了。最后补充一点，我觉得在现在啊股票市场震荡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把焦点放在个人的修养，赚钱亏钱看了太多的话，心里会很乱。在我来说啊，我要人生当中没有后悔，只有感恩。现在的世界养成了个习惯，就什么都是人家的错，车祸了雷军的错，都是人家的错。我们要学会感恩，股票跌了不是垃圾，股票跌了感恩。有钱的可以加仓，没钱的看一看，学点东西，经历一下。被套住了也是学习的机会，来日方长嘛，学会了以后还能赚钱嘛。在我人生路上，谁提醒了我，谁提拔了我，谁教育了我，都是要感恩。所以呢，不要有后悔。哎呀，早知道应该买那个了，早知道应该放走了，早知道应该加入 GMT 了，早知道应该怎么样了，没有早知道，少点后悔。然后有了这个心态之后，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？让我们之后人生当中 minimize 能后悔的越少越好，此生无悔啊。我今天要感恩了啊，我没有在做出口，我没有在做工厂，所以关税没有直接的烧到我。我在高位的时候套现了，中概股也套现了，现在我手上有资金，我感恩。它跌下来了，我不是觉得哎呀我输了多少钱，我的目光放在我能够把握到机会了。之前涨上去了，我还怕买不回来。2个星期前拍了那个 YouTube 视频，告诉大家小米的除掉雷军之外的价值大约就是27，所以我拍完那个之后，我感恩我在54、55，告诉 GMT 同学一起走啦，我走了一部分。今天我买回来啦，可能还会跌啊，是的，买了怕不怕？再跌啊，不怕。今天32买回来了，50是放的，我很感恩来。所以它再跌的话，我再感恩；它涨上去的话，我也感恩，因为我又买了一点，明天又涨了。明天再跌的话，我还有资金，我当时卖的还没有全部买回来，做人不就开心了嘛？然后今天能够把我的价值分享给大家，提供给大家。你要免费的哪一个课程，免费的哪个 APP， 免费的看一个视频，不要紧。有一天像那个老太太留一个言给我，感谢你的视频让我98%的股票清仓了，避开了股灾了，那多开心啊！特别是在股灾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把焦点放在感恩。你感恩了之后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，你的财富就会被你吸引到你的口袋里了。所以脑袋要有富有的脑袋，口袋也自然会富有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